注本地新闻，一名嗜毒成瘾的新加坡前高级官员被裁定收贿125万后，称无法支付罚金，选择在狱中服刑多1年，最终被判入狱5年。韩国谋杀祖母惨案继续审讯。高中生孙子表示，因为祖母太过啰嗦，又经常叫他跑腿，孙子觉得讨厌，于是便杀了他。 14岁少年伤害11岁男童及10岁女童，富商在香港诈骗66亿。哥伦比亚男子奸杀巴士轮奸赛300因未成年获轻判。冠病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，让本地诈骗集团有机可乘。去年上半年，本地的诈骗案件增加了16%，达到8403起。诈骗案，嫌疑人吴顺琪的审讯已接近尾声。受骗的民众受访问时皆表示，最在意的是拿不拿得回钱。据报道，他的财务分配演讯将交由另一位律师处理。从早上开始，已有大批受骗民众聚集在法院外。 你才怪！没钱还戴这么贵的耳环？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哪有钱？没有钱！不是动吗你？你们先动吗？你们不会，你们不要太过分哈！什么过分？法律是公正的，我也没有罪，法庭说了算。违反法庭说。对啊，说到要还钱的哈，没有钱了，根本没有钱，还钱就。 你是那坏人的律师，对吗？我们的血汗钱都被骗光了，你还帮他，你简直不是人！喂，你去哪里？哎，别以为不关你的事！你这坏律师！你们这些见钱眼开的律师，良心被狗吃了！ 妈，他是律师，我们惹不起他会告我们的。告就告，反正我们的钱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怕他告？够了，别惹麻烦了，走了。我不走，我要他们全部受到惩罚，我要他们全部不得好死。你这坏律师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我也希望这世界上会有报应。 这件可以吗？
小姐，你的衣服忘了拿。到了。在干什么啊？做事慢吞吞的。我刚刚在帮他们。不要不要找借口？一个个这么没用，这么放心去生孩子，这些人真是靠不住。对不起，店长，我会改的。小姐，等一下。好了。固网集团总裁顾旺达昨夜在家中去世，享年62岁。商业人士受访时均表示，这对商界来说是一大损失。一名17岁女学生昨日坠楼身亡，警方赶到现场时，女学生已无生命迹象，死亡原因仍在调查中。据悉，女学生是著名音乐学校的奖学金得主，曾获拉斐尔小提琴大赛的亚军，她的家人非常悲痛。你们知道佳慧为什么要自杀吗？他不是留了遗书吗？说他很不开心，很累。当然累啦！我听说他那间音乐学校整天比来比去，压力很大的。听说他拿的是奖学金，成绩不好要赔钱的。没有那么大的头，干嘛戴那么大的帽子？穷人学什么音乐？东西我都办齐了，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的？你的女儿生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珍惜的东西，可以让她一起带走，路上不至于太孤单。我待会上去拿。志雄，志雄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老婆。爸，要吃饭了吗？我知道大家都很想念佳慧。我们不但失去了一个首席小提琴手，
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同学。有没有同学想上来分享点什么？可以是对佳慧来不及说的话，或是对她的祝福。我有话想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佳慧会做出那么傻的事，不过，身为她的好朋友，我只会记住她的好。我会很怀念和她一起在学校练琴的时光。柯先生，你谁是你的？柯先生，你做什么？你为什么害死佳慧？你为什么害死佳慧？把我女儿还给我！你来帮忙！放开我！你没事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柯先生，请你冷静。我女儿死了，我怎么冷静啊？把我女儿还给我！怎么办？佳慧的爸爸好像发现了。对啊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都是你啦，都叫你不要一直逼他。关我什么事？明明就是。弟弟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李佳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会被坐牢。哎呀，你们在担心什么？你们忘了我 daddy 是谁吗？还有，你 daddy 还是 TYF 的律师，你们到底在怕什么？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钱，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的。法官大人，被告诈欺62名受害人的款项，一共有560万。可是整合了各大银行机构对吴顺琪做出的财务分析后，他妻子的名下已经没有任何资产。你在讲什么鬼废话？谁会相信啊？他一定是把全部钱藏起来了啊！肃静。法官大人，主控官的发现并没有错，我当事人的钱全部被骗光，就连律师费也是勉强支付。骗子！他就是那个骗子！你为什么带我们来这种鬼地方？对啊，随便找一间餐厅都比这里好。你现在涉嫌诈欺案，如果现在你被拍到出现在奢侈场所，案子就变得更复杂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建议。你的诈欺案不是我负责。如果你不想听，我们可以换个地方。哎，不用。老婆啊，等我出来以后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最重要是要有钱。何律师啊，您有办法保住我们所有的钱对吗？你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。喂，你现在才说不容易，你不是百战百胜的吗？我没有说做不到，可是到现在你们还不肯向我坦白你们的资金藏在哪里。要是警方先找到，到时我想帮忙也没办法了。哎，何律师，现在你们请我当你们的律师，如果你们不相信我，我真的帮不了你们。哎，何律师，其实我是还有一点点钱藏在外国银行。你必须把这一点点钱还给受害者。法官大人，其实我的当事人一直在反省自己的行为，无论今天的审判如何，他愿意把他银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，还给62名受害人。法官大人，何律师所说的银行里所有的钱，只有9505毛新元。才9500，不可能！那不是每个人只可以拿回100块？我都被骗5、6万了，我被骗了10几万了！你还相信啊？我才不信啊！虽然这不是一笔大数目，不过却是我当事人所有的身家。那其他的钱去了哪里？法官大人，就如我当事人自荐的辩护律师所说，所有受害人的钱全部被主使人转走，而我的当事人也是受主使人蒙骗，才会对他们进行诈欺。现在我的当事人正在承受法律责任，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谴责，每天出门都会被人家辱骂，甚至丢东西。他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快点结束，服完刑后重新开始，好好做人。你去做鬼吧！是啊，去死吧！吴顺琪，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！你这坏律师，你是有报应的！你有报应的！你果然厉害，帮我把钱都省下来了。早知道我的官司一开始就给他打好了，
可能还可以打无罪呢。老婆，开门。何律师啊，随便坐。哎，老婆，我叫你倒水给何律师，你拿这么一个破杯子。这是何律师前几天送来的。何律师送来的一定是好东西。何律师，你干嘛送这破杯子给我们？是嫌我们的房子不够破旧吗？何律师啊，我下个礼拜就去坐牢了，我是无所谓。不过我的老婆还要在这个房子住多久啊？还有啊，我的那些钱都在，在就好。什么好？要问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在这里。这古董杯价值600万，这是证书。你为什么拿我的钱去买这个？把钱换成古董杯比较难查，不显眼。哦，对，这么旧的房子配这么旧的古董，不管谁来查都查不出来的。喂，老公，你说这是清朝还是明朝的杯啊？这应该是明朝的，明朝的古董比较贵，对吗？何律师啊，难怪他们说，不管是什么官司，只要给你打，稳赢。老婆啊，法律是最公正的，对吗？非常公正的。哇，600万！哎，给我看，给我看一下嘛，老婆。老公，我要买栋大房子，都住在这里。好，说的可以，给我，哎，你看。验尸庭裁定柯佳慧是自杀，不涉及任何他杀的因素。不好意思，柯先生，这份 coroner inquiry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女儿的死不存在他杀的可能性。可是她明明是因为受不了学校霸凌，才去自杀的啊！她的日记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，我麻烦你再多看一次，这里写得很清楚，我拜托你再看一下好不好？我明白，你冷静点，我们可以找他们来问话。不过我得坦白地告诉你，单凭被害人的日记，证据是不足够的，除非他们亲口承认，不然我们还能以刑事罪起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就算他们害死我女儿，也不必负上任何责任，他们还是可以照常的去上课，毕业之后找一份好工作，然后结婚生子，完成一切我女儿根本就没办法做到的事情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有通重要的电话。没事，黄律师，你肯见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我的秘书已经告诉我你的事了啊。对了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我帮你。不必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你只想听我的意见，对吗 ？OK， 那我坦白跟你说，这场官司的胜算不大，原因有3个：一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法官听不到她的供词，死无对证；第二，你要用她的日记来当成证据，其实有点牵强，因为辩方大可以说这些全都是她凭空想象写出来的。我知道，这些警察都告诉过我了。也是我第3个原因。你想走民事诉讼，是因为警方不可以刑事罪来起诉那些霸凌者。不过你要了解，民事诉讼的重点在于赔偿，你定不了他们的罪，你只能跟他们索取赔偿。赔偿？他们可以赔我女儿一条命吗？也就是说，就算你打赢了，他们也不会被关起来，你最多也只能拿到一笔赔偿金。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重要吗？
我是个粗人，每天只会做工、回家、吃饭、睡觉。以前我也觉得这没什么不好，可是家辉死后，我才发现，我每天只会做工、回家、吃饭、睡觉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懂，更别说要为家辉讨回公道。我想要的重要吗？我女儿已经死了，我还做工养谁？我还回家干嘛？柯先生，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，不过法理不等于是情理。黄律师，我求求你，再多看一次。我求求你再仔细多看一次，看看还有什么可能。你问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这里头发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事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我求求你再多看一下，求求你。谢谢你，黄律师，谢谢你。TYF 律师所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我会把那案件交给你去处理啊，先出去吧。好的。坐。听吴先生说了，他对你的表现很满意。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。当初破例让你加入，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。方律师找我来，不只是要夸我吧？我手上有一个案子想要交给你处理，史蒂芬聪女儿校园霸凌案，你听说了吗？你们在谈李德昌的案子吧？苏律师，来坐。方律师啊，这案件涉及我女儿，没有人能比我更用心处理的。你女儿涉案，你真的能好好处理？为什么不行？我有的是经验，我能冷静判断。你连自行回避法律的常识都不懂，还能冷静判断？我有20几年的经验，你2年都不到。律师这个行业讲的不是资历，是本事。而且坦白说，我对这个案件没有多大的兴趣，只是几个个性偏差的孩子玩出火。喂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说我女儿，还是指桑骂槐啊？别担心，你女儿顶多只是缺乏主见的追随者，不会有事。你重点是史蒂芬聪的女儿李烈聪，他的女儿的问题也应该由我解决的。史蒂芬聪的商业合同是我一手包办的，他是我的客户。他是 TYF 的客户。方律师啊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。现在不是我说了算了，人家指定要何律师负责。何律师，看来你不败的记录已经传遍千里了。史蒂芬聪是 TYF 的大客户，不管是上庭还是庭外和解，我们都不能处于被动。你有信心吧？我不会输的。峰啊，这是一场 open and shut case， 我闭着眼睛打都能打赢这场官司的，为什么要白白骗那个女人？闭着眼睛都能打赢的官司，就不用找我们啦，还指定要那个女人来接。这个女人已经够嚣张了，如果再让她赢了这场官司，那所有的大客户都归她。放心好了，她的压力比你还要大。你认为这世界上真有不败的律师吗？他才入行2年，还没遇到真正棘手的案子。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他输，等他掉进自己挖的坑。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急有什么用呢？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做。什么事？代表 TYF 去参加顾旺达的丧礼。
2022年1月13日，学校开学后，我都一个人吃饭。本来以为今天也是，没想到有3个班上的同学突然来跟我坐。听说他们在学校很有名，成绩也不错，我们应该能成为很好的朋友，一起朝音乐家的梦想前进。1月18日，李爹他们约我下课后见面，说要给我看好玩的东西。可是他说好像没有练习呀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你干什么？哎呀，在跟你玩而已嘛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笑死人 ！So cheapskate, my mate is better than this. So poor, still study music. 生日这么可怜，你不是你妈生的吧？这样都开心，好搞笑啊！你也太可怜了吧！生日只是面线啊。2月28日，李爹他们对其他同学还是一样 friendly， 为什么偏偏对我是这样？我想了很久，还是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他们。4月24日，他们太过分了，竟然把我的小提琴藏起来，我受不了了。我终于鼓起勇气跟老师说了。嘉伟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。不过老师有点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对他们平常也没什么奇怪的表现。我也没听其他同学说过。老师，你不相信我吗？当然不是，只不过这件事我是第一次听说，需要点时间才能查清楚。如果你真的跟黎爹他们不合，就暂时离他们远一点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就快期末考了，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。你现在应该把精神全放在考试上。你是奖学金得主。8月15日，老师帮不了我。Cedric 叫我不要管黎爹他们，专心上课。2年很快会过去的，可是我要怎么不管？他们天天来找我麻烦，我每天都过得很辛苦。我好不容易申请到全额奖学金，如果让爸爸妈妈知道了这些事，肯定会要我退学。他们要去哪里找那么多钱还给学校？我不能告诉他们，他们是帮不了我的。成为小提琴家是我的梦想，爸爸妈妈才会那么努力赚钱栽培我。我的人生只有小提琴，放弃小提琴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我觉得好累。我想去一个只有音乐、快乐的地方。佳慧，你安心的走吧。爸爸已经找到律师了，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。
这里是郭旺达先生的丧礼吗？啊，是的。您是要送花圈，还是要入场祭拜？要入场，请排队。佳慧的丧事已经办完了吗？你要好好保重身体。黄律师啊，我们什么时候上庭啊？我觉得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没有，只是我觉得，黄律师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我不确定我们应不应该继续打这场官司。李烈琼的爸爸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，他们聘请的是鼎鼎有名的 TYF 律师事务所，代表律师是至今百战百胜的何子元。坦白来说，我觉得你打赢这场官司的几率不高。那个何什么那个什么很厉害的律师，他为什么肯接这种官司？他不会良心不安的吗？其实这是一场稳赢的官司，他不接的话才奇怪。柯先生，我建议你不要太坚持了，毕竟你赚钱不容易。我可以的，我只是想要。虽然我是无偿帮你打这场官司，不过单单法庭的手续杂费已经是好几万了。如果打输了官司，你可能还要赔偿对方高达70%的律师费。以何律师的名气，10万块算是便宜了。还有 TYF 的律师团队，林林总总算到来20到30万，是跑不掉的。你说了这么多数字，我想问你，我女儿的命值多少钱？我的名片，我是联络啊。哎，不去。你好，你好。给你张名片，记得保持联络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。谢谢。哎，怎么他们家取名啊都以顾旺开头啊？嚣张喽！听说顾旺达想要自己的名字啊代代相传，就连他的公司都叫顾旺集团。这老顾啊，就是生活太乱。听说这2年呢，他只会到处玩女人，公司都是顾旺在管。顾旺？他儿子顾旺的名。顾旺从1年多前慢慢接管集团的生意。他虽然年轻，但绝对撑得起大局，所以外界都美称他顾旺，比他的父亲更厉害。我看过杂志访问顾旺，他说他只喜欢打高尔夫球、养鱼，根本跟他父亲天差地别。不过有传闻，老顾的死跟他的儿子有关。哎，人红事多，老顾就他一个儿子，顾旺集团迟早是自己的，谁会那么笨啊？说真的，老顾再不死啊，顾旺集团啊，给他这样玩下去，迟早会毁在他的手里。算他幸运，有顾旺替他守住家业。你们把他说的那么好，像顾王来了，帮我介绍一下。没有问题，他最喜欢结交商界朋友了。不知道他来了没有？你们在找顾王啊？哎，你也来了？是啊，他应该还没到呢。你们好，我是顾旺集团的代表律师苏志安。哦 ，TYF 啊。2位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们联络一个时间见个面啊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师傅，早。你不上去吗？我是要上去，可是我劝你还是不要上去比较好。
等一下，师傅，你要先听我的理由。我跟你说啊，何律师，我们是柯佳慧的爸爸妈妈，求求你不要接李烈琼的案子好吗？我女儿真的很可怜，要是被人欺负才会死的。律师小姐，求求你不要求求你帮忙好，你们不要这样混起来吧。何律师，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输过，只要你不接这个案子，我们会感激你一辈子的，何律师。是啊，求你帮佳慧，帮帮我可怜的女儿吧。何律师，我求求你，何律师，求求你了，何律师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帮帮佳慧，何律师。你有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权利，但别人也有无视你的自由。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平，不是多悲伤、多么的愤怒就能逆转的。正义女神蒙蔽双眼，是为了维护公正。然而我闭上双眼，就只看到你。来，戴好眼罩。我这头看好。萱萱，别拉住了，他们要下来了。王者来喽！来，先坐下。1、2、3，请看我照了啊。1、2 ，surprise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her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吹蜡烛。好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我最喜欢长颈鹿了。哦，长颈鹿也喜欢。妈咪呢？妈咪。你的厨房小帮手来喽！我知道你在 TYF 忙了一整天啦，这里交给我好啦。你上去呢，帮乐乐洗澡啊。这么简单？再哄他睡觉。哦，这就难喽。你也只有这个小瓜，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。呀，呀，等我啊！我们的 birthday boy 要睡觉喽。爹地为什么没有灯？哦，我看是灯泡坏了，没事。可是我怕黑，我今晚要跟爹地妈咪睡。又要跑来跟我们睡。哦，我看灯泡肯定是你弄坏的，对不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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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食物啊？
懒散了吗？血还是不血？